欺人太甚！赵坚这个狗杂碎，又把咱们火头营的口粮扣了一半，连最后2桶井水都被他那帮亲卫抢走了。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咱们这群被上头放弃的老残废，不是饿死，就是活活渴死在这沙窝子里。水，够糙的，我这是穿越了。这是哪儿？该死的赵坚，抢走最后2桶水，就算了，竟然还加害于我。边关，别人穿越不是王侯将相就是世家大族，最次也是个落魄书生。我堂堂一个现代农业学博士，一睁眼竟然成了古代边关快渴死的火头军。这地狱开局，系统呢？给我滚出来！没水，没粮，想困死我？天真！有一袋基因改良沙漠王西瓜种子在。铁叔别嚎了，带几个还能喘气的兄弟起来干活。陆爷，咱们连挥镐头的力气都没了，还干啥活？挖坑把自己埋了吗？不，咱们要在这片沙地上种地。这10亩沙地，我刚才看过了，风水极佳，适合种鲜果。陆爷，您是不是被赵校尉打坏了脑子？大白天说胡话呢？这可是废沙地，别说水了，连一滴露水都留不住。就算有水，这节骨眼上种粟米也来不及了。我没疯，不仅要种，还要大种特种。铁叔，我现在以火头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立刻带人去中军大营的马厩，还有各营的茅厕。去那里干啥？抢粪吗？聪明，一点就透。听好了，去把全军的马粪，不管干的湿的，全给我扫回来。还有，把各营兄弟的夜香，连带着咱们营那些发馊的泔水，通通给我拉到这片沙地边上。疯了，彻底疯了！陆爷，咱们虽然是火头军，但也是大钱的兵，咱们没饭吃没水喝，难道现在沦落到要去玩屎吗？这要是被别的营看见了，咱们以后还怎么在军中抬起？说没文化真可怕，这不叫玩屎，这叫现代有机积累循环系统。现代什么击飞系统？总而言之，大旱之年土地贫瘠，要想在地狱里种出活命的鲜果，就必须借用这些污秽之物沤肥，以毒攻毒。你想渴死在这里，还是想吃上一口汁水四溢能救命的东西？干，反正是个死，信陆爷一回，就算真被当成疯子，也总比渴死强。兄弟们，抄家伙，捡屎去！哟，这不是火头营的废物们吗？怎么，赵校尉断了你们的粮，你们现在改行吃马粪了？这叫旱地覆膜保水法。虽然没有塑料薄膜，但用石头和枯草阻断阳光直射，能最大程度锁住夜晚冷凝的微量水汽。只要种子发芽，根系扎下去，配合我的发酵底肥，赵坚，你想断我的活路？等我的生物水库成型，我要你跪下来求我。陆爷，都弄完了，这玩意儿真的能结出水来？哟，我当是哪个没长眼的东西把整个大营弄得臭气熏天？陆云，你这是自知死期将至，提前给你们火头营的残废们造好坟头了吗？大鱼，这不就上钩了吗？我说大营里怎么飘着一股死老鼠的酸臭味？原来是你们这群吃干饭的残废在玩屎啊！陆云，本官看你上次20军坠没挨够，大旱当前，全军将士都在节省体力，你这狗东西竟然带着人满云子乱窜去捡粪，还在这里堆起一个个坟头，怎么觉得老天爷不下雨，想在这里作妖求雨吗？大人脚下留息怒啊！下官这不在造坟，下官是在为我黄沙关数万将士种一条活路。这沙包底下埋着的，乃是下官祖传的解渴仙种。仙种？哈哈哈！你们听见了吗？这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竟然说用马粪和屎尿拌在一起的沙堆里能长出解渴的仙种！陆云，我看你是想喝水想疯了，患了失心疯吧？大旱之年，妖言惑众，祸乱军心。来人呐，把这疯子给我绑了，直接拖到刑台上暴晒3天，杀鸡儆猴。校尉大人且慢，是不是妖言惑众？大人何不与小人打个赌？不用大人动手了，小人自己把脑袋砍了给您当夜壶。哦，你想怎么赌？大人请看，小人立下军令状，以1个月为期，1月之后，这片废沙地里若是长不出汁水废饮能解全军大渴的神物，小人自裁谢罪，绝无怨言。这买卖听起来本官稳赚不赔啊！不过你要是真撞了狗屎运种出来了呢？你想要什么？想升官还是想发财？大人说笑了，下官哪敢有那等痴心妄想。
下官只求，若真种出了仙果，大人身为上峰，定要体恤下情，亲自品尝一口这仙果最外层的青龙皮，以示对下官这套有机循环农法的认可。如何？我还以为这狗东西要借机翻身，没想到就这点出息，让我尝一口皮。就算真长出个野葫芦，本官勉为其难，咬一口皮又能怎样？好，本官就成全你这找死的念头。1个月后，本官亲自来收你的人头。对了，陆云火头君，既然你都立了军令状，说能在这废沙地里无中生有种出神水仙果，那本官想必也不需要在军中宝贵的银水给你们了。传本官立刻起火头营的配额全部停发。他们不是有仙种吗？让他们喝仙露去吧。赵校尉，不能断水呀！您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吗？陆爷，你这不仅是给自己挖了坟，你这是把咱们火头营这10几个老弟兄全给活埋了呀！断了水，别说1个月，3天咱们就得全变成干尸。赵坚啊，赵坚，你可真是个大善人。我正愁火头营里人多嘴杂，有几个偷奸耍滑的家伙不愿意跟着我干苦力。这下好了，你直接把所有人的退路全砸碎了。西瓜这种作物，在苗期最怕的就是水多烂根，大旱断水，反而能逼迫沙漠王的根系疯狂向下扎。哭什么？都给我闭嘴！水井断了，咱们的活路才刚刚开始。从今天起，除了我规划好的用来滴灌种子的那点发滋馊子水，谁也不许浪费半滴水分。白天全都在帐篷里睡觉装死，保存体力。晚上太阳下山，跟着我起来刨沙子、抓虫、松土。想活命的，就咬紧牙关，把这片沙地当亲爹一样伺候。敢偷懒的，我不用赵坚动手，现在就送他上路。排好队，都别急。今天井里只渗出了1桶水，价高者得。赵校尉，求求您行行好，我兄弟中暑晕过去了，再不喝水就没命了。这2两银子是我半年的军饷，全给您换半瓢水行吗？2两银子，你打发叫花子呢？现在的行情，2两银子只能润润嗓子眼。来人，给他倒1小口。不够，还不够啊！没钱就滚一边去！本官这水也是千辛万苦从石缝里抠出来的。下一个！畜生！这个披着人皮的吸血鬼，他是在吃兄弟们的肉，喝兄弟们的血啊！别看了，省点口水。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他现在敛财有多爽，到时候死的就有多惨。走，天快黑了，该干活了。现代农业抗旱绝技，微压精准滴灌，只浇根息，绝不浪费1滴水在蒸发上。而且这巨大的昼夜温差，虽然折磨人，但却是糖分积累的终极外挂。陆爷，您快来看，出来了，出来了！活了，真的活了！在没有浇井水、没有下雨的废沙地里，居然长出了绿叶！神仙护佑，神仙护佑啊！拜什么神仙要拜愣着了，都赶紧干活！这玩意儿长得极快，明天晚上开始搭藤架，准备人工授粉。掐掉侧板，这叫控旺打叉，别让叶子抢了果子的营养。拿毛笔把这朵公花上的粉刷到那朵带小球的母花上，对，动作轻点。这叫人工授粉，没有蜜蜂，老子们自己当蜜蜂。长吧长吧，你们这群吸水怪兽！这哪是种西瓜？这明明是利用植物毛细管现象，在地下造了一座生物蓄摆池。第28天，赵坚屯下的最后1桶水也见底了。
与此同时，北蛮10万铁骑已逼到黄沙关不足100里。赵坚，你的死期到了。大帅，将士们请战！黄沙关城墙虽高，但我军强攻，3日之内必可拿下。强攻？愚蠢！秦烈的黄沙军虽然快渴死了，但也是咬人的饿狼。用我大满勇士的命去换一群干尸的命，不值。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断水为决。算算时间，夜宵那帮人应该已经得手了吧？禀大帅，事成了。黄沙关外10里处的那条连东城内的地下暗河源头，我们已经投下了1000斤腐骨岩和大量烂石。不出半日，毒素就会顺着暗流，彻底污染他们城内最后的那口老永井。哈哈哈哈哈！好，从今天起，黄沙关就是一座大号的死人坑。传令全军后退10里，扎营看戏。我要亲眼看着这群大钱的硬骨头是怎么因为抢一滴毒水而自相残杀的。今日水井见底，最后抽上来的这2桶泥水，伤病营先分，每人润1口。水上来了！这水怎么？别喝！都杀我也！肠子断了！这水被下了剧毒，喝下一口，肠穿肚烂，神仙难救啊！将军，我们断水了，彻底断了！天亡我大钱，天亡我黄沙关数万儿郎啊！北蛮狗贼好歹毒的绝孤计，没水了，横竖都是死！我们要喝水，谁有水，老子有命换！都让进来！怎么办？这群泥腿子可疯了，肯定会想到我之前倒卖水的事，他们会把我生吞活剥了的。大人，要兵变了，咱们得赶紧找个替死鬼转移弟兄们的火气啊！您忘了，火头营那个陆云还跟您打着赌呢。对，替死鬼陆云。弟兄们，不是天绝我们，是有人作孽啊！火头营那个陆云，在大旱之年，竟然在废沙地里施展妖术，种下了一片吞噬水源的妖藤。是他的妖藤把地脉吸干了，是他的妖术引来了毒瘴。他不死，老天爷就不会下雨；他不死，我们都要渴死。杀妖人，祭天求雨，砸了他的妖地，用他的血解渴。瓜熟蒂落，网子终于要收了。赵校尉，你这送外卖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啊！准备迎客。杀妖人，砸妖地。就是这里，大伙看清楚了，就是这片沾满马粪屎尿的野臭之地。天降大旱，此等妖孽竟敢逆天而行，在沙地里种妖藤。你们看看，这地上连根草都不长，它的妖藤却绿油油的，这不是吸干了咱们城里的地下水脉是什么？烧了它，连根拔起！我看谁敢动！将军，你们都疯了吗？大敌当前，水源被下毒，你们不去找北蛮狗贼拼命，却在这里拔刀向着自己的同袍。大旱乃是天灾，与一个火头军种地有何干系？军法森严，谁敢乱来，杀无赦！将军，您别护着他了，我儿子昨天就活活渴死了。咱们水井里全是毒水，横竖都是一死。今天就算您砍了我，我也要把这妖人的妖藤给刨了祭天，刨了妖藤，祭天求雨。秦烈老二，你想护着他，今天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这些小子。大伙别伤了将军，把那妖人抓出来，烧了他的地。行了，都闭嘴吧，吵得我耳朵疼。赵校尉，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不去说书真是可惜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来人，把他给我绑上刑架！住手！赵坚，你想造反吗？将军，众怒难犯啊！下官这是在顺应天意军心。陆云，1个月之期还没到，但我等不了了。这满地的烂沙子，还有恶臭的妖藤，今天我就替天行道，全给你烧了。那什么军令状，也一起下地狱去吧！赵大人，急什么？你不是说我种的是妖藤吗？你难道就不想看看这妖藤底下到底结出了什么妖物？怎么，你想拖延时间？拖延时间？
我只是怕你一把火烧了，等会儿哭都没地方哭。秦将军，小人斗胆，请将军亲自上前，将这片沙地的破草先掀开。这下面埋着的不是妖物，这是我送给黄沙关3万弟兄的3万条命。将军不可，当心有妖法！滚开！这是什么东西？陆云，这就是你说能救3万条命的东西？一堆硬邦邦的绿色石头？你是想让我们一人抱一块石头去跟北蛮人同归于尽吗？你他娘的还敢戏耍全军！给我砸！把这堆绿石头全给我砸碎！赵大人，我劝你刀下留情，因为你这一刀劈下去，你这辈子的脸可就再也捡不起来了。装神弄鬼！老子今天就劈了你这石头，再剁了你的脑袋！慢着，陆云，本将再问你最后一次，这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何物？若你敢有半句虚言，本将现在就活剐了你！秦将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既然你手里有刀，何不亲自劈开这颗绿石头，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妖术，还是能救活这黄沙关几万弟兄的活命仙水？劈吧，劈出一堆破石头，我看你怎么收场！妖血，是妖血，他喷血了！仙果，天降仙果！陆先生大才，救命之恩，秦烈万死难报。仙果，真的是仙果！这怎么可能用马粪和尿浇灌的破沙堆里，连井水都没浇过一滴？怎么可能长出这种比贡品荔枝还要甜上100倍的神仙果子？赵大人，刚才舔得舒服吗？我种的破石头味道还合您的胃口吗？将军，劳烦您帮我把绳子解开。另外，这满地几万颗仙果，我看黄沙关的弟兄们似乎都渴坏了。快拿刀来，给陆先生松绑！铁叔，在，陆爷您吩咐。开元，切瓜，按营帐人头分飞，伤病营双份。注意，教教弟兄们，红色的瓤吃干净，绿色的硬皮给我统一留下，谁也不许乱扔。得令。太甜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甜的果子。水，好多的水，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仙丹，绝对是仙家内丹所化，我感觉我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陆爷爷，我错了，我赵坚有眼不识泰山，我买这些金子全给你，求你给我一块瓤吧，哪怕是一小块也行，我快渴死了。哎呦，赵大人，您这是干什么？下官只是个火头营的伙夫，哪当得起您这么大的礼啊？收钱了，只要收钱就有戏，快给我刮！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拿我的金子就给我吃这个？这连洪水都没有一滴，这分明是草！赵大人，您这话下官就不爱听了。我是个讲诚信的人，咱们之前不是立了军令状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若种出仙果，大人您要亲自品尝这最外层的青龙皮。下官怎么敢违背军令呢？再说了，大人您是什么身份？您是千金之躯的校尉。这红色的果肉虽然甜，但大旱之日性子太燥热，这些底层的大头兵命贱，吃了甘苦力正好。但您不一样啊，这白底绿皮乃是这仙果凝聚天地精华的青龙至宝，最是清火明目，滋阴降燥。下官特意为您留下这最后的一块，下官这全是为了您好啊！赵大人身娇肉贵，就该吃皮。刚才不是说这是破石头吗？这皮可硬实着呢，正好给赵大人磨磨牙。你敢戏耍本官，
我乃朝廷命官，你以下犯上。陆先生让你吃你就吃。怎么，赵校尉想违抗军令状吗？你克扣军需、倒卖饮水、煽动哗变的账，本将还没跟你算。你今天若是不把这块皮给本将给啃得干净净，本将现在就以护乱军饷之罪斩了你。报！将军，北蛮大军开始攻城了，10万敌军推着工程车全压上来了。来得好！老子正愁一身牛劲没处使。弟兄们，北蛮狗贼以为我们渴死了，想来捡便宜。告诉他们，我们喝了仙水，现在是无敌的。把手里的破瓜皮全扔了，抄家伙上城墙。等等，将军，扔了多可惜。大前律例里没说打仗不能用生化武器吧？就是用这些西瓜皮给城外的蛮子们准备一个天然的超大型的溜冰场。3天了，中了本帅的腐骨毒盐，就算是铁打的也该把肠子吐出来，拉干了水分。淫猎老狗，我看你拿什么收？北蛮的勇士们，城里现在只剩下一堆干尸，冲进去抢光他们的粮食，占领他们的女人。第一个登上城头的，赏金100两，封千户。这是什么鬼造型？这是什么新型的护甲？大前人被旱灾逼疯了，拿树叶子编帽子。放箭！怎么回事？汉子不是说他们断水10几天连刀都拿不稳了吗？不要慌，弓箭手掩护，云梯搭上去。他们人少，就是强弩之风，给我冲！将军，蛮子要爬上来了。将军莫慌，大石头留着费力气，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自然界最无情的物理定律。得令！弟兄们，上弹药。西瓜皮内侧富含大量的植物果胶，这玩意儿只要见了水或者沙土，润滑效果堪比极品肥皂。蛮子穿的是硬底牛皮靴，摩擦力基本为0。把瓜皮内侧朝上，给我狠狠地顺着云梯往下扔。城门甬道也给我铺满。我操！使劲推，1、2，哎呦！快闪开！车推下来了！蛮子提家了，蛮子狗吃屎了！北蛮狗贼听着，此乃我大前失传1000年的绝世阵法——太极卸力大阵，专治各种不服。你们有10万大军又如何？连我黄沙关的一块瓜皮都跨不过去。妖术，绝对是妖术！北蛮百夫长，给我撤，重整阵型！陆先生，神了，真神了！几万块破果皮竟然抵挡了10万大军的冲锋。将军，别高兴得太早，瓜皮的粘液被太阳一晒就会干涸，这滑冰场撑不了多久。趁他们阵脚大乱，大军喝足了糖水，正是精力最狂暴的时候。打开城门，骑兵全出，擒贼先擒王。今天我要让这黄沙关外再无北蛮王旗。迎敌，快结阵迎敌！长矛手顶上！哎呦，你捅我干什么？我站不住啊！这地有鬼！痛快！太他娘的痛快了！这鲜果的药力简直恐怖如斯！老子今天要把蛮子剁成肉馅！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们明明已经断水10多天了，老东京也被我下了剧毒，他们哪里来的力气？他们嘴角的红色印记到底是什么妖邪？打住了！这群大人中了邪术，力大无穷，而且地面太滑，兄弟根本站不住啊！快撤吧，再不走全军覆没啊！撤！全军后撤30里，吹号角，撤！蛮子主帅要跑，弟兄们跟我上，活捉完颜拓！秦烈老狗，今天算你命大！等本帅回去重整兵马，查清你们的妖术，必定卷土重来，屠尽你黄沙关，鸡犬不留！我操！跑啊！你他娘的在跑啊！放开本帅！哎呀呀，
这不是北蛮的大帅吗？怎么行此大礼？快起来，快起来！地上脏。是你，就是你搞的鬼！你到底对老囚禁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们喝了毒水没死，反而力大无穷？城墙下那些绿色的邪门暗器，究竟是什么歹毒的巫术？大帅啊，别把书形想得那么玄乎，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巫术？这玩意儿在我们那儿叫厨余垃圾。厨余垃圾？这就是我们大军吃剩下的果皮。你们不是往我们的井里下毒吗？很遗憾，我们根本没喝井水。我们吃的鲜果自带甘霖，吃完了果肉，剩下的皮顺手扔到城下。没想到大帅你们的兵下盘不稳，全劈叉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引以为傲的10万铁骑，你处心积虑的绝户毒计，最后居然败给了一堆被我们大前士兵当垃圾扔掉的瓜皮。这就叫生态循环利用。蛮子就是蛮子，一点都不懂环保。气性真大。把这蛮子绑成粽子，带回黄沙关，游街示众。大获全胜，大权万胜！将军威武，这下蛮子再也不敢放肆了。赵坚，蛮子解决完了，现在该算算你煽动兵变、倒卖水源的账了。你以为吃块瓜皮就能买命吗？大姐，下火！大姐，我捉蛮军统帅！将军威武！将军威武！陆先生威武！带上来。赵坚，你倒卖军需，中饱私囊，大敌当前又煽动兵变，祸乱军心，现在竟然还敢偷窃陆先生的鲜果灵种，数罪并罚，按大秦军律当凌迟处死。你不能杀我，秦烈，你虽是主将，但我乃兵部任命的从五品校尉，没有京城刑部的文书，你擅杀朝廷命官，等同谋反。这等能瞬间恢复功力的鲜果，乃是国之重宝。陆云一个小小伙夫，竟然私自藏匿仙种，拥兵自重。我收集这些仙种是为了祭献给当今圣上，你们杀了我，就是想断了皇家的仙缘。放屁！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这个颠倒黑白的畜生！报！京城800里加急，钦差大人到了城外了。秦将军，大捷呀，真是天佑大前。咱家在城外就听说了，黄沙关不仅没被渴死，还靠着一种天降的寒瓜鲜果，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擒了北蛮统帅完颜拓。万岁爷听闻边关苦旱，日夜难安，特派咱家来赈灾。不过现在看来，这灾是不需要赈了。那寒瓜鲜果既有起死回生、神力倍增之奇效，当属皇家御用。命秦烈即刻养将所有鲜果及灵种，交由咱家火速押解回京，不得有误。刘公公，这鲜果乃是……钦差大人救命啊！刘公公，下官粮草校尉赵坚，下官有罪，没能保护好皇家的鲜种啊！这2人狼狈为奸，隐瞒鲜果的消息，还想私吞灵种。下官拼死从他们手里抢出了这些鲜种，准备进献给皇上，他们竟然要杀下官灭口啊！公公请看，这就是那鲜果的灵种，只要带回京城种下，皇上就能万寿无常啊！好大的胆子！秦烈，你难道真想拥兵自重，独吞仙药不成？还有这个叫陆什么的小子，识相的把剩下的种子全交出来。秦将军是个粗人，不懂规矩。小人陆云，这鲜果的种子全在小人这里。陆先生，你疯了！这可是……公公，这布袋里有上万粒仙种，小人一粒不留，全捐给国家。万岁爷能看上这粗鄙之物，是小人祖坟冒青烟了。算你小子懂事，咱家回京后，自然会在万岁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多谢公平小官当当。这粽子虽然神奇，但种植之法却极其繁琐。
小人在这边关吹惯了风沙，实在不适应京城的水土。我看这位赵校尉不仅对皇上忠心耿耿，而且刚才还亲自品尝过这鲜果的外皮，对这鲜果的习性那是相当了解啊。不如就让赵校尉戴罪立功，护送仙种回京。等到了京城的皇家御园，就由赵校尉亲自负责为万岁爷种植这鲜果，定能保万无一失。不知公公意下如何？下官愿意，下官愿意为皇上肝脑涂地，下官一定把这鲜果种得比这黄沙关的还要大，还要甜。既然如此，赵坚，你就随咱家回京吧。若是种不出鲜果，咱家扒了你的皮。公公放心，下官在这火头营看了整整1个月，早就把到种地方伐木军烂熟于心了。起驾，回京。陆先生，你糊涂啊！那可是能救命的仙种，你怎么能就这么拱手送给那帮吸血鬼？还有那个赵坚，这种祸害，你就该让他死在边关。你放他回京城，以后他要是得势了，必定反咬我们一口。将军莫急，铁叔莫慌。你们真以为有了种子就能种出西瓜？沙漠王西瓜是杂交1代基因改良品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后代会发生极其严重的性相分离。加上京城的气候，不闷棚，不控水，不懂人容弓授粉，必然失败。赵坚就算把眼珠子瞪出来，种出来的也只会是皮厚如城墙，瓤白如猪板油，苦的能让人把隔夜饭吐出来的变异苦噜葫芦。我可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我给的绝对是真种子。至于赵大人，欺君之罪可是要诛九族的。快点挑水，这可是万岁爷的鲜果，哪怕少了一片叶子，你们这群奴才的脑袋都不够砍的。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在黄沙关的时候，那藤蔓都是贴着地皮长的，怎么到了京城，这破藤长得比麻绳还粗，叶子比脸盆还大？少卿大人，这果子怎么看都不像您当初进献给皇上画的那图里的模样啊！你懂个屁！这是吸收了皇家龙气的变种，浓缩的都是精华，赶紧盖上红布，万岁爷的圣驾马上就到了。皇上驾到！赵坚啊，朕的鲜果可成熟了？微臣不负圣恩，鲜果已然大成，恭请皇上移步品鉴。好，赵爱卿可是立了不世之功啊！掀开，这就是能起死回生的鲜果，怎么如此娇小玲珑？皇上明鉴，边关那种苦寒之地长出来的东西粗鄙，这京城可是龙脉汇聚之地，这鲜果吸收了龙气，所以褪去了粗鄙的体型，将所有的仙力都浓缩在这方寸之间啊！是啊，皇上，古书有云，仙家之物往往貌不惊人，此果一看就蕴含大道至理啊！好一个浓缩仙丹，给朕切开！妙啊，这鲜果的果肉竟然绝白如玉。枯沙阵也，这是什么猪食？这是毒药！毒药！赵坚，微臣冤枉啊！微臣种的绝对是鲜果的种子啊！在边关的时候，它明明是红色的，明明是甜的呀！来人，将这犯下欺君大罪的乱臣贼子拨去官府，打入赵狱的死牢，严刑拷打，问出他到底受何人指使来毒害朕。是，秋后凌迟处死，夷三族。陆云，你算计我！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种子种不出鲜果，你故意把功劳让给我，你这是让我来替你死啊！太医，朕要吃鲜果，朕要黄沙关那种红色的甜的鲜果。皇上，看来那种植鲜果的仙法，只有黄沙关那个叫陆云的火头公才懂啊！传旨，你最高级别的圣旨，去请陆云出山，只要他能给朕种出鲜果，高官厚禄、金银财宝随他挑。竟已至此，圣旨到，黄沙殿火头军陆云接旨。秦将军陆云何在？为何不出来接旨？回钦差大人，陆先生说，
西瓜正在打叉的关键期，一刻也离不开人。他说，要是接旨耽误了农时，今年冬天京城就休想吃上一口甜瓜。放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小小伙夫竟敢让圣旨等他种地，此等狂徒，若在京城早就推出去斩了。各位大人慎言，陆先生乃是我黄沙关3万军大军的救命恩人，他的瓜比天大。各位若是等不及，大可带着圣旨回京。只是皇上若是怪罪下来没吃到鲜果，别怪秦某没提醒各位。罢了，既然是鲜果农时，本官便亲自去他那瓜地宣旨。草民陆云见过钦差大人，天热就不跪了。呈递诏曰：黄沙关陆云，培育鲜果有功，救军爱民，特赐封为太常司少卿，赏黄金1万两，赐京城良田1000顷，命尔即刻启程赴京，专司皇家御苑鲜果培育之事。钦此。陆大人还不谢主隆恩，这可是连跳起级，一步登天的造化呀！我拒绝。你说什么？你敢抗旨不遵？柳大人，麻烦你回去转告皇上，我陆云是个粗人，受不了京城的规矩，更看不上那什么4品少卿的官帽子。我这人只喜欢种地，但种地也是要讲基本法的。第一，这寒瓜是我培育的独门品种，天下唯我一家，你们拿去种只会种出苦葫芦，核心技术在我脑子里。第二，京城的气候根本种不出好瓜，要想吃到极品，必须在黄沙关这种昼夜温差极大的沙地里。让我去京城，那是毁了我的招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做官，我要做买卖，我要大前朝廷颁发给我寒瓜的独家掰权。从今往后，除了我陆云授权的商行，天下任何人敢私自售卖、倒卖寒瓜，以重罪论处。至于皇上想吃鲜果，没问题，每年夏季我会优先供应皇宫1000个特级寒瓜，但不是白给，按市场价100两银子一个，概不赊账，年底结清。陆云，你太狂妄了！你真以为有了这鲜果，你就能要挟朝廷了吗？本官现在就让人拿下你这狂徒！柳大人，别激动，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觉得这是大逆不道，但你们搞错了一件事，这天下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除了技术。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杀了我，这世上就再也没有这种能瞬间解暑、恢复生机的鲜果。皇上的病没医治，权贵们在酷暑中只能继续煎熬，而你们就是毁掉这仙家传承的千古罪人。100两银子一个很贵吗？对普通百姓当然贵，我是卖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皇室宗亲的，能用100两买回一条命，买回一个极致清凉的夏天。这笔买卖，你们觉得皇上做不做？陆先生的话，本官会一字不落地转达给圣上，只希望先生好自为之。铁叔，这黄沙关只是第一步，等赚够了京城贵人们的钱，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横跨大前的冷链物流网。除了西瓜、草莓、哈密瓜、反季节蔬菜，我要用现代农业的镰刀，狠狠地收割这古代世界的财富。陆爷，您指哪儿，咱们就打哪儿。穿越一回，如果只是为了当个苦哈哈的官，那太无趣了。我要用资本和技术，让这个封建帝国按照我的规矩来运转。别挤啊，尚书大人的管家也得排队。陆侯爷定下的规矩，今天只有50个特级寒瓜，谁敢插队，以后永久拉黑。欺人太甚！这个边关来的土包子，仗着皇上封了个什么破农侯，竟然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这1个月，咱们商会屯的岭南荔枝、西域葡萄，全他娘的烂在冰窖里发了臭，连1斤都没卖出去。是啊，钱会长，
这韩瓜邪门的很，那些达官贵人吃了一次就跟中了蛊一样。咱们再不想想办法，大家伙都得去要饭了。慌什么？他陆云的瓜确实好吃，但他忘了一件事儿，这京城不是边关，这大夏天的，韩瓜长途跋涉运过来，如果没有大量的冰块镇着，不出3天就会发酸变臭。这京城地下大大小小72座冰窖，全在我前半城的手里。老子一句话，他陆云连个冰渣子都买不到。走，去会会咱们这位镇国农侯。今天我要让他满屋子的鲜果全都变成烂泥。怎么回事？冰窖那边还没把今天的冰块送来吗？这天气太热了，刚从地窖里抬出来的500个寒瓜，外皮都开始发软了。铁掌柜，不好了！城里的冰行全拒了我们的单子，说是钱会长发了话，谁敢卖冰给咱们神商行，就是跟他前半城作对。什么？哟，这神农商行怎么连一丝凉气都没有啊？不会是没钱买冰了吧？铁掌柜，别来无恙啊！听说你们的寒瓜必须得冰镇才好吃，可真是不巧，今年的冰块产量低，我们商会自己都不够用，实在匀不出冰给你们了。诸位贵人，听我一句劝，这寒瓜虽然甜，但性子急烈，如果没有老冰正着去除火毒，吃下去可是要闹肚子的。神农商行现在断了冰，这些瓜过不了今晚就要发馊变质。你们花100两银子买个馊瓜回去，不怕毒死自家老爷吗？没冰镇的寒瓜，那还叫寒瓜吗？就是，前几天买都是冰的透透的，今天怎么不凉了？退钱，我们不买了。铁掌柜，回去告诉你们陆侯爷，想在京城做买卖，就得懂京城的规矩。只要他愿意把寒瓜的售卖权交出一半给我们商会，我保证每天的冰块管够。规矩，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教我规矩。陆爷，您终于从边关过来了，这帮王八蛋断了我们的冰。前半城是吧？囤了几座冬天留存下来的破冰窖，就真把自己当京城的天王老子了？拿这玩意儿来威胁我？侯爷，您官大，我草民惹不起，但买卖讲究你情我愿，我就是不卖冰给你，您总不能强抢吧？没有冰，我看您这满屋子的鲜果，明天怎么收场？买你冰，你想多了。铁叔，让人打1桶井水来，顺把外面马车上运来的那些白色石头搬进来。各位，今天我就免费给大家变个戏吧。钱会长，你不是说冰是你垄断的吗？那你可睁大眼睛看好了。这是在干什么？往水里撒石头？侯爷，您要是热糊涂了，就去看看太医，往水里扔几块破石头就能变出冰来。您当您是龙王爷转世啊？结冰了！大夏天的，长康水变冰了！侯爷会法术，侯爷能点水成冰了！初中物理实验，硝石溶于水吸收大量热量，导致水温急剧下降结冰。这点常识在古代足够当神仙了。跟我玩资源垄断，老子降维打击玩死你！千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的冰窖不卖给我，我这几麻袋石头能源源不断地造出一座冰山，成本连你那狗屁冰窖的1%都不到。你不是想垄断京城的冰业吗？好啊，铁叔，传我的话。从今天起，神农商行不仅卖寒瓜，还卖冰块，价格只有前世商会的1半。而且，只要在我商行充值白银500两办理神农贵宾卡的，
每日免费送冰块1斤。什么？卖冰还半价？充钱免费送！我要充值，我充1000两，给我办贵宾卡。我要买冰，前半程的冰太贵了，老子早收购了。侯爷万岁！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陆爷，外面太惨了，1斗糙米已经被那些黑心的粮商炒到了10两银子，那是人血馒头啊！咱们商行门口每天都有饿死的流民，弟兄们把每天的饭食吃烂，10周下来杯水车薪呢。陆爷，您是神仙下凡，您连寒瓜都能在沙地里种出来，您能不能救救大钱的百姓啊？铁叔，起来！我陆云是个商人，但我也是个人。你以为我这几个月疯狂敛财，把全天下最贫瘠的沙地、荒山全都买下来，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扩大寒瓜的种植吗？寒瓜只能赚富人的钱，救不了穷人的命。我用卖寒瓜赚来的几百万两白银，早就在黄沙关塞北以及全国所有的荒山上布下了一盘大棋。算算日子，这东西也该成熟了。走吧，皇上这会儿应该已经在朝堂上急得要杀人了。户部，国库里还有多少存粮？回皇上，国库早就空了，各地大旱，绝收70%。臣等就算把国库的底朝天翻过来，也凑不够10万大军和100万流民1个月的口粮啊！废物，都是一群废物！皇上，臣有本奏：国库虽空，但有一人富可敌国。那镇国农侯陆云，这几个月靠着卖寒瓜和冰块，搜刮了天下大半的财富。不仅如此，他在全国各地圈占土地。大旱之年，良田本就稀缺，他竟然不用来种保命的粟米，反而用来种那种只能解馋的奢侈寒瓜，简直是暴殄天物，草菅人命啊！臣恳请皇上立刻下旨抄没神农章行的全部家产，充盈国库，将其圈占的土地全部收回，改种粮食，以救天下苍生。臣附议。陆云妖言惑众，实乃国贼，抄了陆云，救天下苍生。哦，原来各位大人这么忧国忧民啊！你上朝竟敢带此等污秽之物，成何体统？你可知罪？说我草菅人命，刚才喊得最大声的王御史，昨晚你家小妾过生辰，你刚派管家去我商行花了500两买冰镇寒瓜。你们这群吸血虫，一边吃着老子种的瓜，一边囤积居奇，把粮价炒天，现在还有脸站在这里共谈天下苍生？你血口喷人！你这奸商，拿这等沾满泥巴的猪食来朝堂污皇上的眼，你到底有何居心？陆云，你这是何意？臣今日来是来送大前王朝万世太平的。诸位大人不是说这是猪食吗？来人，生个火盆，弄口锅，把这东西用水煮熟了。皇上，您尝尝。好吃，这口感，这饱腹感，这是何等鲜粮！此物名为红薯。你们说我圈占良田种寒瓜，放屁！我种寒瓜的全是我用低价买来的没人要的沙地和盐碱地，而这红薯，就是我用卖寒瓜赚来的钱，在全天下最干旱、最贫瘠的荒山坡地里种下的终极救命粮。这东西不需要上好的水田，不需要精心灌溉，把它切成块埋进干土里，它就能活。大旱之年，别的庄稼死绝了，它照样能在地底下疯狂生长。就算能在干地里活，这么大点东西，1亩地能产多少？几百斤顶天了，够救几个人？
亩产，听好了，在最差的沙地里，亩产3000斤；如果在稍微好点的旱地里，亩产5000斤起步。5000斤，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古往今来，就算是神农在世，也不可能种出亩产5000斤的粮食。你撒谎，这是欺君！我有没有撒谎？去看看就知道。我神农商行旗下遍布大前13州的30万亩荒山，昨日已经全部开始挖掘红薯，总产量10几亿斤。我陆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从今天起，这天下不会再饿死一个百姓。你们那些囤积居奇的黑心粮商，等着抱着你们的陈化粮破产吧！陆侯爷，不，陆仙师，您这是救了我大前的江山社稷，救了天下苍生啊！请受老朽一拜，万岁不可！在这个世界，我或许是个奸商，但用商人的手段赚取资金，再用跨时代的作物拯救一个时代，这才是一个穿越者最大的浪漫啊！刚出炉的神农牌烤红薯，又甜又糯，只要2文钱一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陆侯爷，陆仙师，您慢点走，等等朕啊！皇上，臣跟您说了多少次了，这红薯虽然管饱，但淀粉含量太高，吃多了不仅容易发胖，还容易胀气。您看看您现在这肚子，比3年前胖了2圈。昨天上朝的时候，听说您连放了3个响屁，把御史台的官都给熏晕过去了。陆爱卿说笑了，那是仙气。再说了，朕以前想长肉都长不上，连要饭的花子都嫌弃红薯吃腻了。朕就算放屁，也是响当当的太平盛世之音呐。陆先生，您画图纸弄出来的这联合收割机太带劲儿了！老子以前带着3万兵砍人，现在带着这玩意儿，一天能收割1000亩水稻，简直比打胜仗还过瘾！报，启禀皇上侯爷，北蛮使团到了。别紧张，皇上，走，看看咱们的模范打工仔去。完颜拓叩见大前皇帝陛下，叩见陆侯爷。起来吧。完颜可汗，今年的业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回侯爷的话，我们北蛮18个部落，今年完全按照您的指示，放弃了游牧打仗。今年大丰收啊！1000万斤上好的皮棉已经全部装车，正在运往黄沙关的路上。另外，我们按照您的配方，用剩下的地养了20万头改良牧牛，也快出栏了。很好，你们的棉花和牛肉，神农张行照单全收。作为回报，这是你们要的尾款，够你们北蛮人在草原上舒舒服服、醉生梦黄的过冬了。多谢侯爷恩典。我北蛮人发誓，世世代代给大前种棉花，谁敢造反，不用大前出兵，我完颜拓第一个砍了他全家。陆爱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皇上，其实很简单，战争的本质是为了生存资源。北蛮人为什么抢劫？因为他们冬天会饿死、冻死。当我们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把红薯、棉花、高产抗病小麦这些资源变得像空气一样廉价时，谁还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打仗？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天下人吃饱穿暖，才是终结一切乱世的终极兵法。而能做到这一切的，不是皇权，不是刀剑，是科学，是技术，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敬畏与改造。说得好，朕这就下旨罢黜百家，独尊魔学，
科举考试以后全考怎么种地。别，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皇上您收敛点儿。这又是什么仙果？红薯虽然管饱，但老吃放屁也不行。我这3年在神农科学院的温室里，终于把这几样好东西给培育出来了。这叫杂交水稻，水田里种，亩产2000斤，口感比贡米还好。这叫辣椒，有了它，大钱的菜谱将迎来开天辟地的革命。川菜火锅了解一下。这叫杂交玉米，耐旱耐寒，喂猪喂马的绝佳饲料。有了它，大钱的骑兵能一直打到世界的尽头。快，太医，皇上又抽过去了。种稷是中华民族刻在 DNA 里的天赋，走到哪儿种到哪儿，星辰大海也不例外。